再讲，我们讲战斗中的棋形。所谓棋形，就是棋跟棋接触所形成的形状。那么，作为一个初级的棋手呢，他最重要考虑的是棋的死活。随着水平的提高啊，那么他考虑的问题呢，就上升一个层次了。他很主要的一个方面是考虑棋子形状的好坏。那么棋子形状的好坏呢，实际上就是每个棋子发挥的效率的高低。比如说，这样的黑棋，这三个子我们一看就是形状不好。为什么说它不好呢？比如说这两个黑子本身就已经白棋无法切断，白棋假如走这个，想走这个切断，你再连还来得及呢。他假如这里有两个子，你上面连还来得及呢。那么现在白棋不可能把黑棋切断，而黑棋再去连一个，那么这步棋呢就是一步不重要的棋啊。所以这样的形状一看，就这个三个子的作用，算它2个半就不错了。那么这种呢，就我们称为愚形，就愚蠢的愚形。那么假如这样呢，那就更糟糕了，是吧？4个字团在一起，啊，这个是更不好的形状。那假如给人下成这样呢，好吧，现在白棋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、6个、7个、8个，黑棋呢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、6个、7个，就算这里是白子死了1个，那么也就是这里白子是9个，黑棋呢是7个。但是随便从哪个方向看过来，从这个方向看过来，能看到1个、2个、3个白棋，往下面看过去全是白棋，往这看过来很多白棋，只有这个方向看过来才能看到2个黑子。那这些黑子怎么样？都是看不到的，也就没什么作用的棋。这个形状是愚形的标本啊。还有一种形状呢，就是这样的形状。白棋中间2个子连在一起，黑棋呢左面一个，右面一个。那正像这个白棋啊，把黑棋穿透了。那么这个形状我们称为什么呢？称为裂形。这也是黑棋下的最不好的一种棋接触上最吃亏的一种形状。假如这样，那就更糟糕了啊！所以这个都是一种裂形。那坏的形状呢，一种是愚形，一种呢是裂形。还有一种呢，稍微好一点，没那么严重，但是呢，性质差不多的，就是稍微好一点。现在白棋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、6个、7个、8个、9个，黑棋呢是6个，但是呢，看上去这里看过来，这里看过来，再看过来，都是白棋比黑棋多得多。黑棋呢只看见这几个子，为什么呢？它的作用怎么样？都在相互重叠在这个里面，而白棋的棋子的子力呢是向外发散的，它的呢就集中在这里，所以这呢就凝在一起了，所以我们称它呢称为泥形，就是效率没有充分发挥的一种形状。就它的效率啊，棋子的力量啊互相重复的，
这的黑棋的力量太多了，而外面的白棋的力量怎么样？都站在外面，可以充分得到发挥的。那么这个3种形状，我们都称为不好的形状。这形状就很漂亮，一根棍子，没有任何缺陷的，那么它将来可以发挥很大的战斗力。我们称这种形状很厚、很结实，以后的战斗力特别强。这些黑棋唯一的缺点是这里有个断点，但是呢也不太严重。那么这个棋呢做眼也很方便，所以这样的棋呢我们也称为形状非常漂亮的，以后可以发挥它的战斗作用。当然这些白棋呢里面拿了角以后，跟外面的战斗怎么样？可以说已经不发生关系了，那么这个形状也是不错的，这个形状从围地的效率来说不是很高，但是呢，这里是一个眼，下面一个眼，这个形状怎么样？至少是不怕攻击的。假如这个是没有，给人家走到这个，那么这个形状就很不好了，就有可能走成鱼形，是吧？甚至于可能给人家吃掉棋。所以这里这样的形状呢，我们称它为活形，是吧？虽然围的地方不多，但是它不怕死了，以后战斗起来，它是一个很强的力量。那么这个形状也不错，是吧？那么我们在下棋的过程中间呢，懂了这一点基本知识，就要想办法避免走成鱼形。